混蛋！冰帝，你怎么了？那是族人的魂骨。这块左臂魂骨虽然只有5万年，其威能却能与10万年级别媲美，因为它出自极北之地的超级魂兽冰地蝎。温度越低，冰就越坚硬，越可怕。而冰地蝎一族拥有极致之冰的属性。这块魂骨的本体魂兽更是有着一个超强魂技冰棒，给猎杀者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，直到封号斗罗出手才将其制服。冰帝，你别急，我自有办法。各位贵宾，竞拍马上开始。顶级冰系魂骨可遇不可求，学院一定尽力争取。玉浩、洛尘，你们谁来？周老师，您能以学院的名义联系这个拍卖行的负责人吗？公主殿下，公主殿下驾到。你说我们的拍品有问题，有何依据？依据就是他的冰碧蝎武魂。问题不在魂骨，而在吸收者。请看。如果没有与冰碧蝎同等极致之冰的武魂与体质，绝不可能吸收成功。这是属于冰碧蝎一族的骄傲。这件事我做不了主，各位稍后。陛下驾到。不必多礼，情况我已听九妹说清楚了。既然这块魂骨是有缘者居之，不如就用作斗魂大赛的冠军奖品吧。小兄弟，能不能获得它，就看你的能力了。接下来拍卖的是封神台。它由9级魂导师打造，有着封闭时间、空间的强大能力，可以封印一切生命体。要是能研究清楚9级魂导器的构成，对整个魂导系的帮助都是无可限量的。弱肉强食，人类善于创造思考，魂兽若继续固步自封，情况不妙啊！如果把魂兽逼急了，人类定会遭到反噬。只有我们日月帝国才有能力制作9级魂导器，封神台更是9级魂导器中的极品。看来日月帝国内部有奸细。各位贵宾误会了，封神台并非拍品，或者说它只是真正拍品的容器。最后这件拍品是世所罕见的珍宝，10万年魂兽胚胎，只要与它融合，就能直接拥有10万年魂环与魂骨，甚至是顶级武魂，铸就超级强者。10万年魂兽重修为人的过程被强行阻断，才能留下这种胚胎。能做到这种事的人，很强大，也很残忍。这是什么？10万年魂兽要逃出来了吗？那封神台上的气息为何如此熟悉？一旦被封印，哪怕是封号斗罗花上1000万年时光，也难以逃脱封印。这就是9级至宝封神台的能力。有封神台在，完全可以修炼至合适的境界，再吸收那10万年魂兽胚胎，获得最大的增幅。现在我宣布，封神台拍卖正式开始，起拍价1亿金魂币，1亿300万，1亿1000万，1亿3000万，1亿4000万。我看谁敢跟我们抢！1亿5000万，1亿5000万第一次，1亿5000万第2次，果然不是我们能拿下的。1亿5000万第3次，封神台成交。偏偏落入了日月帝国手中。那个讨人厌的笑红尘，果然是我们的劲敌。别想了，
现在最重要的是拿下冠军。走，回去训练。果然上钩了。我马上把他们用来交换的这些魂导器送到研究所。不过，大陆各方强者可不会放任他们坐拥翅膀。10年内，日月帝国定会有大动作。我们只有失此驱虎吞狼之计，拖延他们。快！毒老怪，你想和我们史莱克开战不成？少废话！交出霍雨浩！他是冲着我来的。这道声音的主人正是本体宗宗主独不死。本体宗行事素来霸道，但他们对宗门弟子极为袒护。玉浩，你的灵眸是本体武魂，本体宗将你视作宗门一员。平心而论，本体宗对于本体武魂的研究冠绝大陆。他们一定有办法让你的灵眸2次觉醒。2次觉醒？本体武魂跟普通武魂不同，是可以2次觉醒的。觉醒之后，武魂品级会更深一层，实力也会飞速提升。玉浩，你若想加入本体宗，史莱克不会阻拦。史莱克是我的家，唐门是我的宗门，我这一生绝不改变已做出的选择，更不会更改自己的意志。好孩子，手底下见真章。哈哈！你我同为98级，但你少了2枚10万年魂环，你是拦不住我的。海神之光，你居然还没死！过往已成尘烟，生死有命，不必再提。你只要知道我的弟子霍雨浩已决定留在史莱克，你如若再行算计，休怪我亲上本体宗要个说法。看在您的面子上，今日之事就算了，但这个孩子，我们本体宗不会放弃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龙神斗罗，后会有期。少哲，在。你去安抚城内民众，其他人都回去吧。是。宣子，你进来。同境界被毒不死压制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在身体强度上，本体武魂确实有其独到之处。我就是看不惯本体宗的蛮横作风。当年他兄长，本体宗前任宗主，也是这般枭雄。我与他一战，虽侥幸获胜，却也伤到了本源，以致落下终身残疾。龙神斗罗早已没有当年雄风了。穆老，您可别这么说。
您是史莱克的定海神针。人的寿命是有限的，我能感觉到自己大限已经不远。别担心，老头子，我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。宇浩，你过来。在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有故事的孩子。当时你的眼眸虽然清澈，眼底深处却藏着痛苦。直到最近，这份痛苦才消失，我才是学院让你有了家的感觉。刚才我和毒不死说过，你是我的弟子，他也承诺，只要你在史莱克一天，他就不会打你的主意。笨小子，还不快拜师！恩师在上，请受弟子一拜。好孩子，起来吧。谢老师。你们两个小家伙也不错。小小，以后你就跟着玄子学习。弟子潇潇，拜见老师。好，好，好，快起来。王东，你也是光属性，就暂时做老夫的记名弟子吧。穆老，您这可不公平，我和您一样是光属性的，您都收不是光属性的宇浩为徒了，怎么能厚此薄彼呢？你说的对，我就破例收2名关门弟子吧。谢老师。今天真是热闹，又有朋友上门了。我去。这就是史莱克的待客之道。明德堂主，请了。居然让我进海神阁！来者是客，请他进来就是。对了，叫仙灵儿带人到北城门外的森林里去看看，那里会有收获。是。前辈就是海神阁主，敢问前辈尊姓大名？老夫封号龙神。原来是龙神斗罗穆恩前辈，小子惊红尘，失礼了。你是来索要这件审判之剑的吧？此剑险伤我学员性命，请恕老夫不能送还。除非你能救治那名学员，带我去见他吧。
小桃姐。是异火反噬。这小姑娘武魂中的黑暗力量被审判之剑激发出来后，占据了她的身体。强行压制或者化解的话，会令她的身体崩溃。像这样封印住她，是目前最好的办法。既然如此，请恕我不能归还审判之剑，请回2楼，老夫还有事要与你聊聊。明德堂主，请。能否告诉我，海神阁与明德堂谁强谁弱？因为对海神阁并未全部了解，晚辈不敢妄加评论。不如以我和玄老为例吧，100米之内，玄老必胜；距离增加到1000米，我能自保离去；如果是10000米，我有把握赢下比拼。若是换成一场战争的话，则明德堂必胜。你很有信心。如果是战争，魂导器的优势毋庸置疑。老夫曾经前往你们明德堂参观过，你们在魂导器方面的发展确实超出了老夫的想象。他曾悄无声息地到过明德堂，那岂不是说明德堂的预警系统在他面前形同虚设？或许未来有一天，魂师这个职业将被彻底取代，就像当初魂导器取代唐门暗器一样。前辈，在下有个不情之请，希望贵院与我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互遣学生交流。贵院学生的安全，在下可以保证。明德堂的先进魂导器技术，在下也不会藏私。贵院的孟红尘想必已经开始受到自身武魂之毒的影响了吧？堂主信得过老夫，大可派他作为交换生加入史莱克。前辈高义。霍雨浩是老夫刚收的关门弟子，他在魂导器上的天赋很高，我打算把他作为交换生派往贵院，不日也是你静红尘的学员了，你难道不表示一下吗？这里有一件9级防御魂导器，名为红尘庇佑，就赠予高徒，聊作贺礼，以示我们2院友好之意。时间不早，在下就回日月帝国，准备2院交流事项了。穆老，得手了，得手了。怎么回事？院长，我们被偷袭了！混蛋！早知道就在这些魂导器上装上自爆装置了。史莱克，咱们走着瞧！那静红尘藏在史莱克城外，瞄准我们学院的8门9级定装魂导炮，全被我们拆了带回来了。9级定装魂导炮啊！咱们学院魂导器的研究又能前进一大步了。好可怕！原来那静红尘在跟穆老谈判的时候，一直将9级魂导炮瞄准着史莱克学院，随时准备鱼死网破。爷爷，
想你啊。星罗城好玩吗？星罗城比名都差多了。爷爷，我……院长，学生有负重托，本届大赛，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依然屈居亚军。哈哈哈哈哈！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你不必自责。知耻而后进，莫羡一时得失。史莱克是屹立大陆万年的霸主，但本届大赛已有颓势，他日必为我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斩落马下。院长，本届大赛之行还有意外收获。10万年魂兽，星罗帝国的眼力太差了。宇浩，快醒醒！好突然，明德堂戒备森严，哪里来的炸弹？本次行动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上！本体误会，他们是本体宗的人。太疯狂了！本体宗跟明德堂作为大陆2大势力，竟然有这么大的仇。我虽然不是日月帝国的人，但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大肆屠戮。小心宇浩，上方有恐怖的气息。毒不死。毒不死，你敢！毒不死，你敢袭我明德堂，我就让你有来有回。老夫倒要领教一番明德堂主闻名天下的魂导武技。哈哈，过如此，是吧？他在试试这招。金红尘和毒不死都好强。毒不死竟然不惜耗费本源之力化身虚无，也没有开启本体武关。可他的身份早已暴露，却不愿承认，为什么？毒不死不说出身份，那就是神秘人偷袭明德堂，事情可大可小。说出来了，那明德堂和本体宗2大绝顶势力就难免一战，到时候的损失可不是双方能够承受得了的。明德堂弟子听令，守护自身，启动螺旋魂导杀域。
螺旋滚倒沙域。一个不留。见红尘出手，本体宗恐怕占不了便宜。我还是先撤了。可以借用本体宗炸出的甬道。看来本体宗是从外面挖通了这些甬道，然后从地底深处炸开明德堂的地下基地。但是为什么要挖这么多大小不一的甬道呢？难道他们在寻找什么？我明白了，毒不死只是在正面佯攻，真正的杀手正通过某条甬道寻找着本体宗真正想要的东西。找到了，明德堂地下基地之下，竟然还藏着一个秘密实验室。一个金属人，它内部竟然有上千个精密的核心法阵，而且这些核心法阵的精密程度我闻所未闻。日月帝国竟然还藏着这么先进的魂导技术，恐怕就算我进入明德堂学习，明德堂也不会让我接触到这么先进的技术。标记出了星罗城和天斗城，难道这两座城市是金属人的目标？金属人是为了战争而研究出来的武器？